在这个商业社会，赚钱似乎成为了每个人的终极目标。无数人为此奔波劳碌，却往往事与愿违，收效甚微。究其原因，是我们对赚钱的本质缺乏深刻的认识。我们常常陷入一个误区，认为赚钱的关键在于如何说服别人，如何强行推销自己的产品或服务。殊不知，真正的赚钱高手，他们的秘诀恰恰在于让别人自愿掏腰包。这背后的逻辑源于人性与商业的紧密关系。商业的本质是满足人们的需求，而这些需求又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。懂得人性，洞察人心，才能真正触及用户的痛点，唤起他们内心的欲望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你的产品或服务买单。相反，如果只是一味的强行推销，不仅难以取得成功，还可能适得其反，引起用户的反感。那么，如何才能成为一名赚钱高手，掌握这些人性的秘密呢？我们将从5个方面入手，深入剖析人性与商业的关系，助你在商海中乘风破浪，赢得成功。我们将探讨如何了解用户的需求，如何利用利他心理赢得信任，如何利用虚荣心创造商机，如何化解人性的懒惰，以及如何借助圈子的力量实现目标。每一个话题都蕴藏着深刻的人性洞察和商业智慧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准备好开启这场人性与商业的探索之旅了吗？让我们拨开迷雾，一起去发现那些隐藏在人性背后的赚钱秘密吧。1. 了解需求。要成为一名赚钱高手，首先要深刻理解人性的需求。这些需求构成了商业的基石，是一切营销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总的来说，人性有6大需求。男人害怕贫穷。在传统社会，男性往往肩负着养家糊口的重任。贫穷意味着无法履行这一责任，意味着失去作为男人的尊严。因此，如何帮助男性摆脱贫穷，成为许多商业的切入点。女人追求美丽，美丽是女性的永恒话题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对美的追求从未停歇。化妆品、服饰、美容服务等都是基于这一需求而生的商业。老人追求健康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健康成为老年人最大的诉求。如何延年益寿，如何保持身体机能，是许多老年产业的核心卖点。孩子害怕愚蠢，孩子渴望成长，渴望获得知识和能力。家长则希望孩子能够出类拔萃，在竞争中胜出。教育、培训等行业正是看准了这一需求。穷人渴望财富，对于穷人而言，摆脱贫穷，过上富足的生活是最大的梦想。如何帮助穷人致富，是许多商业模式的出发点。富人追求悠闲，当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，富人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，如身份的认同、社会地位的提升等。高端消费、品牌消费往往瞄准的正是这一群体。了解了这6大人性需求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轻易地赚到钱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能够准确地触及用户的痛点，提供切中需求的产品或服务。以滴滴出行为例，它瞄准的正是人们出行不便的痛点。通过提供便捷的打车服务，滴滴迅速占领了市场，成为了出行领域的独角兽。这就是一个成功触及用户痛点的营销案例。那么，如何发现和满足用户需求呢？首先，要走进用户的生活，通过观察、访谈、调研等方式，深入了解用户的痛点和诉求。其次，要善于捕捉用户反馈中的信息，及时调整和优化我们的产品。再次，要重视用户体验，设身处地为用户着想，提供最贴心周到的服务。唯有真正满足用户的需求，才能赢得用户的青睐，实现商业的成功。在了解需求的基础上，我们还要学会构建需求驱动的商业模式。这意味着，我们的一切商业行为都要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。在产品设计上，我们要深入挖掘用户需求，不断推出创新的、有针对性的产品。比如，针对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，我们可以开发智能的健康监测设备，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。在营销策略上，我们要紧紧围绕用户需求展开，
比如，针对年轻女性的美丽需求，我们可以开展美妆教学、形象设计等活动，提供一站式的美丽解决方案。总之，只有始终坚持需求导向，持续创新产品和服务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，用户的满意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。让我们携手共进，开启需求驱动的商业新时代。第二，利他心理。在传统的商业观念中，我们往往认为赚钱的秘诀在于如何最大化自己的利益。然而，真正的赚钱高手，他们的成功之道却恰恰在于利他。正如一句古语所说，无私才是最大的自私。什么是利他？简而言之，就是先给予，先付出，先让顾客占便宜。这看似有悖常理，但背后却有着深刻的商业逻辑。当我们给予顾客实实在在的好处时，我们就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，而信任恰恰是一切商业活动的基础。海底捞的成功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。在餐饮业，海底捞可谓是一个异类，它不计成本地提供免费服务，从开胃小食到餐后水果，从儿童玩具到老人拖鞋，给人一种无微不至的感觉。这种利他的经营理念让顾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和尊重，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忠诚。如今，海底捞已成为餐饮业的标杆，其背后的奥秘正是利他二字。在商业世界，赚钱的前提是赚取人气，只有拥有了足够的用户基础，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商业的价值。而要赚取人气，同样离不开利他的原则。拼多多的成功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。作为一个后起之秀，拼多多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，但它敏锐地捕捉到了用户的需求，通过100亿补贴等活动，给用户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。这种利他的营销策略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，使拼多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爆发式增长。提供折扣和优惠看似会损失一部分利润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却是一种高明的投资。它能够快速累积用户，扩大市场份额，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可以说，折扣和优惠是赚取人气的敲门砖，是打开市场的金钥匙。在商业活动中，信任是一种无形却又无比宝贵的财富，它是顾客与商家之间情感纽带的象征，是维系长期合作关系的基础。而要建立信任，同样需要我们践行利他的理念。具体来说，我们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利他行为，展示我们的诚意和善意。这包括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，给予他们真诚的关怀和帮助，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等。当顾客感受到我们的付出时，他们就会对我们产生信任，愿意与我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。反之，如果我们只顾自己的利益，对顾客漠不关心，甚至试图欺骗和愚弄他们，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赢得他们的信任。而没有信任，一切商业活动都将无从谈起。正如一位智者所说，信任就像一面镜子，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圆。因此，让我们携手践行利他的商业理念，以真诚和善意去对待每一位顾客。只有不断给予，不断付出，我们才能收获信任，收获成功。让利他成为我们商业的底色，让信任成为我们通往成功的桥梁。3、虚荣心。在探讨如何利用人性赚钱的话题中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词：虚荣心。虚荣心是人性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弱点，它源于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同，对社会地位的追求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虚荣心，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美。商业往往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虚荣心，创造出无数的商机。从奢侈品到昂贵的俱乐部会员，从名牌大学到高档社区，无不迎合了人们炫耀的欲望。人们愿意为虚荣买单，因为它满足了内心深处的需求，给自己带来了优越感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一个人缺什么就会炫耀什么，这揭示了虚荣心的本质。那些外表光鲜却总爱炫耀的人，
往往内心是缺乏安全感的，他们需要通过炫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弥补内心的缺失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虚荣心创造商业价值。在商业世界，利用虚荣心赚钱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。无论是奢侈品行业还是高端服务业，都在利用人们的虚荣心创造高额利润。以奢侈品行业为例，一个普通的包包可能成本只有几百元，但因为印上了一个名牌的 logo， 价格就可以翻几十倍。人们愿意为此买单，不是因为这个包包有多么独特的功能，而是因为它满足了炫耀的欲望。拥有一个名牌包意味着身份的象征，意味着与众不同。这种炫耀的满足感远远超过了金钱的价值。再看苹果手机，苹果手机之所以能卖出天价，除了优秀的产品设计外，更重要的是它营造出的高端形象。拥有一部苹果手机，仿佛就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。这种形象迎合了人们的虚荣心，让他们愿意为此付出溢价。事实上，从功能上看，许多安卓手机并不比苹果差，但在营销上，苹果却远远领先。这就是虚荣心的力量。在利用虚荣心赚钱的过程中，高价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高价格不仅仅意味着高利润，更意味着一种心理暗示。在许多人的观念中，价格越高，质量就越好。虽然这种观念并不总是正确，但它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。当面对两个功能相似的产品时，多数人会倾向于选择价格更高的那个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高价格代表了高品质，代表了稀缺性和独特性。这种心理暗示正是许多商家利用虚荣心赚钱的法宝。他们通过定高价，营造高端形象，给消费者一种优越感，而消费者也心甘情愿地为此买单，因为这满足了他们内心的虚荣。当然，利用高价格和心理暗示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产品本身的质量。相反，高价格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质量要求。如果产品质量与价格不匹配，消费者很快就会察觉，品牌形象也会受到影响。因此，在利用虚荣心赚钱的同时，我们更要注重产品的品质，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支撑我们的高价策略。总之，虚荣心是人性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弱点，但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学会利用虚荣心，而不是被虚荣心所利用。让我们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炫耀的欲望，在为他们带来优越感的同时，也为自己赢得丰厚的回报。相信通过不断探索人性，我们一定能在商业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4. 麻烦与懒惰。在人性的诸多弱点中，懒惰可以说是最普遍也最容易被利用的一个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惰性，都希望用最小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回报。这种惰性往往成为商家赚钱的切入点。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商业模式，你会发现许多成功的商业项目都是在解决人们的懒惰问题。外卖平台解决了人们不愿出门吃饭的问题，共享单车解决了短距离出行的问题，线上教育解决了学习不愿出门的问题。可以说，懒惰催生了无数商机，成为商业创新的源泉。作为商家，如果我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人们的惰性需求，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，就很有可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从用户的角度出发，真正理解他们的痛点和需求，而不是简单地试图推销他们不需要的产品。懒惰本质上是一种问题，人们之所以懒惰，是因为面临着某种困难或障碍，而商业恰恰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，满足人们的需求。以家政服务为例，现代社会许多人工作繁忙，没有时间打扫卫生，这就为家政服务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。通过提供专业的清洁服务，家政公司解决了人们的懒惰问题，满足了他们对清洁和舒适家居环境的需求。再如网上购物，网购之所以如此流行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解决了人们逛街的麻烦。通过网购，人们可以足不出户，轻松买到所需商品，这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惰性需求，
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。因此，作为商家，我们要学会从懒惰的角度思考问题。人们的惰性在哪里？我们如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？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就蕴藏着商机。通过洞察人性，捕捉需求，我们就能开发出真正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。懒惰虽然是商机的源泉，但对于商家自身而言，却可能是致命的缺陷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，一个懒惰的团队注定会被淘汰出局。作为商家，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克服自身的惰性。这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出击，而不是被动等待；要不断创新，而不是固步自封；要勇于尝试，而不是畏首畏尾。只有不断挑战自我，突破局限，我们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同时，我们还要注意发现和利用他人的惰性。当竞争对手因为懒惰而裹足不前时，恰恰是我们弯道超车的好机会。通过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，我们就能吸引更多的用户，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。总之，懒惰是一把双刃剑。对于消费者而言，它是需求的来源；但对于商家而言，它可能是致命的陷阱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学会利用人性的弱点，而不是被弱点所利用。让我们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执行力，在懒惰与勤奋之间找到平衡，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，也让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。5. 圈子文化。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，我们渴望融入群体，渴望得到认可。这种渴望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内心。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商业中，人际关系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在商业世界，圈子文化尤为重要。所谓圈子，就是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社交网络。在这个网络中，人们分享信息，交流资源，互帮互助。一个好的圈子可以为我们的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，帮助我们实现梦想。反观那些孤军奋战的创业者，虽然他们可能有着过人的才华和技能，但由于缺乏人脉支持，往往难以取得成功。可以说，在当今社会，一个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圈子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学会经营自己的圈子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圈子不仅仅是一个社交网络，更是一个资源库。在这个资源库中，蕴藏着无限的商机和可能。首先，圈子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信息。通过与圈内人的交流，我们可以了解行业动态，把握市场机会。这些信息往往是外人难以获取的，但对我们的决策却至关重要。其次，圈子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力的支持。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圈内人可以给予我们建议和帮助。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，也体现在物质层面。许多成功的项目都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起步的。再次，圈子可以为我们带来潜在的合作伙伴和客户。通过圈子，我们可以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人，发现更多合作的可能。许多商业巨头的成功都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，一次恰到好处的合作。因此，作为商家，我们必须学会利用圈子的力量。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交际圈，我们可以获取更多的资源，实现更大的价值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回馈圈子，与圈内人分享自己的资源和经验。唯有互惠互利，我们才能建立起持久的合作关系。在圈子文化中，人际关系和信任是两个核心的关键词。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圈子就无从形成；没有相互的信任，圈子就无法维系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，需要我们付出真诚和努力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学会倾听，学会理解，学会换位思考。只有真正理解了他人的需求，我们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，才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而信任则是人际关系的基石。在圈子中，我们必须学会相信他人，也要让他人相信我们。这种信任不是盲目的，而是建立在彼此了解和欣赏的基础之上。只有彼此信任，我们才能放心地分享资源，开展合作。当然，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和过程，我们不能指望一蹴而就，而要通过长期的相处和磨合，逐步培养感情。同时，
我们也要注意保护自己，提防那些试图利用圈子谋取私利的人。对于那些失信的人，我们要敢于说不，要学会与之划清界限。总之，人际关系和信任是我们在商业世界立足的根本。让我们以真诚和智慧去经营自己的圈子，去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我们一定能在合作共赢中实现自己的价值，在互惠互利中找到通往成功的钥匙。通过对人性的深入剖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商业的本质是对人性的洞察和利用。无论是需求、利他、虚荣还是懒惰，圈子都深深根植于人性之中，蕴藏着无限的商机。作为商家，我们要学会站在人性的高度去思考问题，去开展业务。这意味着我们要时刻关注用户的需求，要学会利用利他心理，要善于满足人们的虚荣心，要敏锐地捕捉懒惰背后的机会，也要不断经营自己的人际圈子。同时，我们也要警惕人性的弱点，克服自身的局限。在追求利益的同时，我们更要坚守道德和良知的底线。唯有在人性和道德之间找到平衡，我们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。让我们携手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中砥砺前行。愿我们以人性的智慧去开创事业的未来，以道德的操守去守护心中的初心。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，我们一定能在这片热土上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最后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个赚钱的秘诀。赚钱的关键不在于你卖了什么，而在于你懂了谁。懂得人性，懂得需求，我们就懂得了成功的密码。赚钱从来不是靠强迫，而是靠吸引。只有当我们真正触动了用户的内心，唤起了他们的欲望，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掏腰包。这就是商业的最高境界。愿你我都能洞悉人性，成为赚钱的高手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